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近2年如果我们不买房子，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是随便挑，还是说更买不起房子？那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要进行一个很长时间的讨论。视频呢稍微有点长，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或许呢，很多人感到当下的楼市情况下，觉得现在呢也不适合买房子，对吧？那么房价下行的情况下呢，可能未来房子就随便买了。很多人呢都期待出现白菜价，又或者说呢，房产税来了以后，大量的抛售房子，反正呢我是能够捡漏的。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呢，实际上你只看到了房产发展的一方面，这个呢就很片面。我们要搞清楚未来房子是随便挑还是买不起，你就要呢从房产的逻辑来分析，对吧？如果说在过去20年房价一直上涨，你一直不买房子，那到现在你肯定是买不起的。但是我们说2021年是房产的一个分水岭，对吧？虽然国家在2016年提出了房住不炒，但是呢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呢，又是涨价去库存，结果呢房价一直在涨。那什么时候房价才出现了变化呢？是在18年的下半年。到了2020年有决策性的政策出来以后，房价才开始慢慢回落啊。即使有决策性的政策出来，在整个2021年的上半年，这个房价呢仍然还保持高位。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房价呢才开始有所缓解，对吧？到了今年的上半年，这个房价呢均价变成了9000多块钱，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那么过去20年房价为什么会涨？我相信呢大家也很清楚，对吧？第一呢，我们城市化率在进行，大量的人要进城务工，对吧？就带来了很大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要买。还有呢，就是当初我们的人均面积不够，对吧？大家呢都在农村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自建房，无所谓。到了城市以后没有房子，我也需要买房子。所以所有的就是大量的需求存在，我们的房子才建得这么多，我们的房价才会上升。当然呢，有一部分群体，对吧，在这个房价上涨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商机啊，就比如说我们民间的炒房客，他们呢迅速包下一个楼盘啊，在短时间内呢把这个楼盘炒高，然后呢把房子卖出去套现离场。那还有的一些企业呢，通过努力啊不断的壮大，有了钱，一部分呢用于研发，另外一部分呢就用于购买核心地段的房产啊。你看到很多这个大城市核心地段的这个写字楼、商铺等等，都不是个人持有，而是呢企业持有。还有的呢就是经济情况好的家庭，对吧，也看到房子不断的升值，那怎么办呢？除了自己的需求以外呢，还接着买了很多套房子，平时呢用于出租，或者说直接放到那里让它空置啊。总之呢，过一段时间房价涨了，我就给卖掉，这比我呢做生意或者说上班挣的钱要多得多得多。所以呢，这个房价就在这种模式下，或者说在过去这种发展模式下，慢慢的就上升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对吧？你这个房子也好，或者说商品也好，你的价格涨了，老百姓的购买力要跟得上啊，对不对？为什么以前人们能够买房子？就是因为人们以前没有负债，对吧？你买一套房子也就负债50万，但是现在呢，很多人负债已经到达了这个天花板，对吧？有的有一套房子的贷款没还完，紧接着呢又买了第二套房子。可以说呢，以前我们叫自给自足，我们有多少就花多少，甚至呢我们还能存起来。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呢，大家以前都没有办信用卡，对吧？我们花起钱来真疼啊，每个月的收入有限，但是你发现没有，即使我们把钱花光，我们也不欠外债，而且呢我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自从有了信用卡以后，你提前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车子，或者呢还有一些高品质的生活，但是这个债却越来越多。但是债是我们提前预支了以后的钱，那么我们要挣钱去还呢，对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工资涨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房价却翻了5倍，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房价涨了以后，老百姓的购买力严重不足，再加上老百姓的负债已经很多了，那么房子呢就失去了上涨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分别给新房和二手房出了一记重拳啊，可能很多人呢也想到了，
在2020年的年底呢，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以及给银行的2道红线。开发商呢，在过去就是大肆的敛财，拿了一个又一个的楼盘，甚至呢是囤土地，但是呢，他却忽视了自身的风险，也就是说，他的负债和个人一样，已经资不抵债了，可是他还在拼命的借债，拼命的拿钱。但是到现在呢，3道红线一出啊，你的风险必须降低，你的负债风险不降低，你就呢从银行贷不了款，那你的融资渠道就减少。这个时候呢，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就现出了原形，有的有实力的开发商呢还能苦撑一段时间，但是有很多小开发商基本上呢就只能够宣告破产。开发商宣告破产不要紧呢，那受苦的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呢他的名下有很多正在建的房子，一下子呢就变成了烂尾楼，我们还着贷款又拿不到房子。那同时呢又给了二手房一记重拳。二手房是什么重拳呢？就是开始有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可能你以前都没听说过。什么叫二手房官方指导价？就是政府呢根据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及交易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来判断当前这个区域或者说这个小区的成交价是多少，那么你就只能够以这个成交价为最高额去卖，也就是呢成交单价，对吧？如果你超过了，可能你过不了户。这一个举措呢就彻底的封死了或者说套牢了二手房里面的炒房客。那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啊，这个房产中介就通过呢这个全款的模式啊，压低价格来拿到房子，再通过呢廉价的装修赚取大额的差价。但是呢有了这个二手房官方指导价，炒房客的利润空间就被压缩了，有的时候呢忙里忙外还不如呢一个佣金挣得多，所以呢慢慢的二手房的交易量也下去了。可以说呢从2020年到2021年这1年多的时间，房产呢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房地产过去20几年的逻辑都变了，对吧？你目前在市场上看不到炒房客了，难道没有炒房客吗？有，但是被套牢了，赔得很惨。难道企业现在手里没房子吗？有，但是呢他不敢出，因为呢利润没有了。还有老百姓为什么不买房子了？因为有负债，而且呢96%以上的家庭都拥有住房，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买房子。负债这么高，加上大环境不好，我们凭什么还要套牢自己呢？那么在整个2022年放开了限制，有些人就会想，现在这种状况下去，20年前房价是一直涨，那么未来的20年房价会不会一直往下跌，跌成白菜价？我随时想买房子，随时就能够买到便宜的房子。但是呢，通过经济的发展也好，通过人口的走向也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目前来讲的房住调控，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不是说要让房产走极端啊，并不是说呢，在未来5年要把房价呢涨上天价，也不是说呢，在未来5年要把这个房价呢降到白菜价，而是一直在重申，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回归到合理的价位区间，而且要让它长期保持健康的运行下去。为什么？因为过去20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城市化率，我们老百姓兜里边挣的多少，都离不开房地产的支撑。目前呢，还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来代替房地产行业，所以说房地产不能够倒。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呢，看到对于这个银行的要求，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对于这个炒房客的这个要求，都是因为房子的金融属性太强，房子呢和我们的贷款和我们的银行都挂钩。当房地产不好的时候，金融风险就会加大，进而呢影响的是我们的民生。所以说去金融化是现在房住不炒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未来房地产的3个变化会一直存在。第一就是房价两极分化。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还是那句话，大城市能够吸引人，提供的工作岗位多，机会多，挣的也多，所以人们愿意去大城市发展。那么大城市呢，地又少，
房价肯定就慢慢的上涨，而3、4线城市人口流失，房价呢就慢慢的回落到以前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需求饱和。需求饱和呢，看2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过去20年，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买了房子，根本就不缺房子。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目前我们的生育率在持续走低，对吧？少子化严重，然后呢，这个老龄化比较严重，所以呢，需求就进一步的下降。第3个方面呢，就是交易量会不断的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刚才呢，第2点我们已经说到了，再加上现在呢，房价下行，而且呢，从这个房住不炒的调控来看呢，房价呢会回到我们当初合理的水平。那么有可能一个城市啊，4、5年房价都不涨，基本呢就维持稳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买房子都不着急了，对吧？任何时候都可以呢出手买房子，所以呢交易量会缓慢。那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现在不买房子，未来几年是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其实呢这2个都有一些极端，对吧？不可能随便让你挑房子，因为呢我们买房子讲究地段，对吧？讲究城市啊，有的城市呢你现在就可以随便挑，但是呢你不会去买。有些核心地段的呢，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买不起，那也不可能出现呢说买不起的情况。买不起是因为呢房价逐年上涨，那是以前的情况，我们的收入跟不上，而目前房价下行，可以说非常稳定，未来呢还会更加不断的去完善房地产的一些政策，让房地产健康平稳的走得更远，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买得起房子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